眼前这个逃荒丫头不久将成为上海滩的首富，而今天就是她改变命运的一天。男人一眼就看中女孩脏兮兮的大脚，只夸好看，当即就要买下她。光看还不够，还要上手摸，可实在太味儿了。男人只好用手帕给她擦脚，却没想到臭脚女孩会成为他刘家的大恩人。刘家少爷刘传一喜欢赌博，把家里败个精光，连仅有的银楼都要被程家收回去。唐兰在买菜的路上，突然一个小男孩横穿马路，危急时刻，唐兰用推车挡住了车子，她则抱起男孩，谁知推车弹了回来，两个人滑陷马路边上。幸好小男孩没有受伤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个穷丫头不要钱，而是把他带进了刘家，希望陈老板给银楼一次机会。工人们也跟着唐兰苦苦哀求他，可陈老板不为所动。程一飞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把你的钱拿走。这可激怒了他，他是商人，不是慈善家，一群乌合之众，一个经营不善，一个嗜赌如命，这银楼早就该倒闭了。但唐兰的一番话改变了陈老板的想法，也让刘传一幡然醒悟。我相信一句话，只要不放弃，就能营救。就拿您来说吧，您以前吃过苦，受过累，为什么您不放弃？为什么您要撑下去呢？还有啊，别这么说我们家少爷，我们家少爷怎么了？不比任何人笨，谁没有缺点，谁没有毛病呢？我相信经历了那么多事儿，他一定会改的。刘传一心知是自己赌博惹下的祸，当场发誓以后不再赌了。见此场景，陈老板同意给刘传一9个月的时间，如果道士依然没有起色，他再收回银楼。唐兰以一人之力挽救了银楼，也成功坐上了刘家少奶奶的位子。可好景不长，日本侵略中国，上海沦陷，陈老板带着全家出城逃亡，而患有自闭症的月亮为了保护婴儿和家人失散。这个又像傻子又像贼的男人满医院寻找孩子的母亲，却被父亲狠狠给了一耳光，要扔了这野孩子，因为这孩子是自己傻儿子在大街上捡的。但月亮一把抢过孩子，要继续寻找。唐兰无奈，只好和他一起。众人经过一番寻找，终于找到孩子的母亲。他抱过孩子，向月亮千恩万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母子2个人。程老板也被这一幕感动了，他心疼地抚过儿子被打的脸颊。因为日本人不会打进租界，程老板决定暂时留在上海。这天女孩走在街上，被一名醉醺醺的日本人抓住不放，光天化日竟要侵犯她。情急之下，他从日本人腰间抽出手枪对准了他，却不知谁从旁边开了一枪。看着倒地的日本人，女孩吓得惊慌失措。很快有人赶来，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开的枪，绝对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杀的。女孩没跑多远就被警察抓住。刘传一和唐兰正巧看到这一幕，唐兰觉得女孩很眼熟，又发现遗落在地上的钱包，而她曾经送过妹妹一个一模一样的。唐兰猜测女孩很有可能是她失散多年的妹妹。为了查清女孩的身世，唐兰专门来到大牢看望女孩，知道女孩也是5、6岁被领养的，而且她记得唐兰唱给妹妹的童谣，可她还是不能确定女孩就是她的妹妹。月亮虽然行为异于常人，但头脑非常聪明，有她的帮忙，唐兰觉得事半功倍。2个人正在去女孩家的路上，月亮却突发状况。停车！飞过的鸽子把这1米9的大汉吓得叫妈妈，路边的公鸡又把他吓得要找爸爸，大妈的咳嗽声让他浑身不舒服，奶奶的粉刺让他无法呼吸，大爷的黄牙让他想吐，大哥的鼻涕让他怀疑人生，而大妈的黑手终于成功击溃他脆弱的防线。他一顿抽抽，你们怎么都不讲卫生？哎，你还擦鼻涕，哎呀，还有啊，你一直冲着我咳嗽，都咳到我脸上来了。还有，奶奶，你嘴上有一个包，要不要拿那个纱布给粘上？要不然真的好吓人啊！唐兰斥责他没有礼貌。就在这时，奶奶突然晕倒，月亮赶紧在马路上拦车，却没想到下来的正是二叔。不由分说，众人上车，带着奶奶向医院赶去。二叔答应月亮会保守秘密，可一回家他就告密，还当着大哥的面称月亮是白痴傻子，更诬陷唐兰对陈家居心不良。陈老板当场黑脸，表示唐兰带月亮出去是他的意思。这下二叔无话可说。陈老板深知人心诡谲，自己的傻儿子很有可能成为别人对付自己的利器，可他又无可奈何。唐兰收到记者无意间拍到的凶案现场，这几张照片能证明女孩的清白。他用命保住的照片送到警署，却无意间发现凶手就在这里。他赶紧抢回照片，要亲手交给署长。结果警察趁他不注意抢走了照片，还烧毁了证据。他终于知道，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
唐兰把事情经过告诉月亮，仅凭着只言片语，月亮就推测出这3人的名字。王健，第3个人一定叫雷城，那个日本人一定叫横山俊三。尽管打，砸个痛快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还有几间分店，四川路有1间，大马路还有1间，你们统统给我砸了。但是你们给我记住，后果你们自负。眼前这个霸气的女人，3个月前还是个逃荒丫头，转身嫁给东家少爷，立马坐拥几家银楼。可唐兰为了给桂花香翻案，得罪了日本人，他们到银楼打砸，威胁唐兰。他大骂日本人是蠢蛋，有理有据地证明桂花香不是凶手。看他们不买账，直接搬出商业大佬陈逸飞。我丈夫的父亲曾经救过程逸飞的父亲，也就是说，程逸飞是我的结拜大哥。对，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，我的麻烦就是他的麻烦。你们砸我的店，就等于是砸他的店。却没想到正主此刻就站在他身边，两口子赶紧讨好陈逸飞。但他对唐兰把自己拖下水很不满，指责唐兰是满嘴谎话，还要和他划清界限。唐兰救人心切，谎称桂花香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，丈夫都愣了，因为就在刚刚，桂花香已经亲口承认自己不是她的妹妹。陈逸飞看在唐兰姐妹情深的份上，贷款给她还不收利息，真是老子出钱儿子出力。这边月亮在图书馆查找案发当天的报道，好心人帮月亮拿过报纸，他又大叫：过来，别过来，里面有蟑螂屎，我不能看那个报纸。要不你们帮我找找吧。很快他们把那篇报道展示给月亮。啊，对，就是他，我全都猜对了。他欢呼雀跃起来，回到家也一直在想这件事。他告诉父亲自己的猜想：我在说你奶奶寿宴的事情，不要跟我提桂花香的事。但月亮一直重复桂花香的事，他一把拉过自己的傻儿子。带我去哪儿啊？拆小的鸡窝，关你3天3夜。走。法庭上，女孩被同胞诬告枪杀日本人，没素质的日本人大喊大叫，让女孩抵命，就连为女孩申冤的人，他们都不放过。唐兰夫妇一路逃到陈逸飞的银行，看到情况这么严峻，陈逸飞怕受到牵连，把他俩赶了出去，并当着日本人的面彻底撇清关系。可当2个人要被带走时，他却不干了。你知不知道他给我们银行借了多少钱啊？借了380万，380万啊！他们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的钱我找谁拿？我找你们。日本人蒙圈了，怎么可能借这么多的钱？陈逸飞一笔一笔给日本人算出380万的来历，并且收据就在他的保险箱里，不相信可以进去查，警告日本人在他没有拿到钱之前不可以伤害他们，或者到他们的银楼去闹。随后叫唐兰夫妇进银行算清利息。这场风波总算平息。这边桂花香受伤进医院，趁机逃出医院找到唐兰，可警察随后就到，被逼无奈，他们只好开车来到陈逸飞母亲70大寿的宴会上，谎称桂花香是老公的表妹，他求月亮帮忙把桂花香藏起来。随后月亮把女孩藏进自己的房间，却不料被人看见。二叔知道后带人闯了进去，他一眼瞥见桌子底下有猫腻，指走月亮一把掀开桌布。二叔逼问月亮女孩是谁，谁知动静太大，引来陈逸飞。月亮只好承认女孩是桂花香。女杀手，你就是前阵子杀那个日本女犯人。二叔顿时慌了，窝藏杀人犯可是重罪。这时唐兰赶来，承认是自己把桂花香带到程家，但程逸飞不愿意趟浑水，下令打电话给巡抚房来抓人。对唐兰为了自己妹妹陷她于危境很是失望，要和她断绝朋友关系。谁知桂花香竟说出唐老板不是我姐姐。程逸飞没想到为救一个陌生人，唐兰居然不惜任何代价，甚至是付出生命。程逸飞看着唐兰决绝的脸，下了一个重要决定。他带着一众人来到宴会大厅，当着租界最有名望最有权势的人，让桂花香说出冤屈。那个日本人不是我杀的，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。眼前这个傻子不久将成为上海滩的银行家，今天就是他展示才能的时刻。唐兰当众指认凶手，可无凭无据，谁会相信警察杀人？光头更是指天发誓案件与他无关。此时月亮挺身而出，可谁又能相信从不出门的傻子？谁说我是从来都不出门的？我出去过8次呢。我上次见你们的时候是1927年的6月2日。总督不相信月亮能记住10年前的事，四家二叔更是嫌他丢脸，硬拉他下去。你走开，讨厌鬼！连父亲也不相信他。祖宗先生，是不是我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，你就相信我说我认识他们的话是真的了？总督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并没有当真，谁知
你是庄臣先生，租界总董。你上次来我家的时候穿的是蓝色的西服配浅绿色领带，对吗？你叫朱有朋，你有2个女儿。你叫陈璇，你上次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旗袍配珍珠项链。我叫林哲华，你叫张雪茹。在场的990位客人，月亮都准确无误地叫出名字。少爷，当时那个日本人说可以分1成利润给你们，你说要2成，你就提1成半，最后成交。当时那个日本人很高兴，送了你们3样礼物，你的是云南普洱王茶叶，你的是红色日本打火机，还有你的是一块新阳怀表。果真从警察的口袋里翻出月亮所说的打火机，大家这才相信他的话。与此同时，被他们毁掉的照片也重新冲洗出来。我死的被枪毙吧你们！3个罪魁祸首终于落网，傻子月亮也让大家刮目相看。第2天，陈一飞特意来看桂花香的家人，谁知月亮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哎呀！这个被叫了30多年的傻子，却被报纸称为100年不遇的天才。程家人也终于在租界扬眉吐气一回。这件事更坚信陈一飞要带月亮看心理医生的决心。这咱们月亮就像一块被埋没的宝玉一样，如果把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，那它就像那个龙一样，嚓一下就飞上天上去了。这是月亮第一次得到父亲的肯定，他狠狠地点头，他要做一条龙，而不是一个傻子。第2天，陈一飞带月亮来会诊，经过一系列严密的检查，得出的结论是月亮患有精神病。而唐兰得知消息后，当即做了决定。就在陈一飞为月亮的病焦头烂额时，却接到了唐兰打来的电话。我现在在香港。你跑香港去干什么？不是说香港有很多好大夫吗？所以想过来碰碰运气，还真让我碰到一位。据说是世界权威的精神科大夫。这正是程一飞苦苦寻找的医生。随即他坐船连夜赶往香港，堂堂的大银行家当即跪下祈求医生救救自己的儿子，可医生却表示无能为力。却没想到此时家里已经乱成了团，事事不顺让程一飞倍感无力。他向唐兰说出自己的担忧。可现在陈翔早就跟我同一条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跟我对着干。他不知道谁能来顶替他，大儿子太软弱，二儿子又冲动，小儿子又是个神经病。他陈一飞也会累，也有倒下的一天。程家的出路在哪里，他不知道。回到上海后，陈一飞听见了他这辈子最想听的话：我想去银行工作。我等这句话等了10几年了，爸求之不得啊！第2天，月亮来银行报到，一抬眼看见柜子上五颜六色的档案盒，他的强迫症犯了，必须摆放整齐，结果弄得银行鸡飞狗跳。他还毛遂自荐要去送一份很重要的文件，可刚出门就状况百出。这个一辈子只出过8次门的傻子，能把文件顺利送到吗？这个是280块，那么贵呀？不贵，太太。这个镯子有1两重，我们现在的进价是1两110块，再加上手工费，还有我们这儿这么多伙计的工资，还有铺子的租金，算起来我们只赚您172块。再说了，您也会讲价的嘛，我再给您打一个9折，其实算下来我们只赚了你142块，太太。胖女人还没见过这么诚实的售货员，当即买下镯子。这是月亮来店里做成的第1单生意，别提多高兴了。汤兰让月亮试试自己从店里走回家，他则悄悄跟在月亮身后。一只小黑狗拦住了他的去路，经过一番心理挣扎，月亮顺利通过。唐兰由衷为他感到高兴。就这样，月亮安全到家。程一飞也明白唐兰的良苦用心。这天，桂花香抱怨他没看过电影，月亮突发奇想，引得众人围观叫好。可一声警报吓得月亮赶紧缩了起来。桂花香安慰他只是演习。听到喇叭里的宣传，月亮若有所思。回到店里，他正给顾客试戴戒指，刚好警报又响起。这回他倒不害怕了，赶紧收起手势轰走顾客，拿起湿毛巾分发给路人，惹得大家还以为鬼子真的打来了。以后日本人真的打过来的话呢，你就按照刚才这么干就没事了。好了，大家现在把毛巾还给我吧。流传一觉得这是哗众取宠，但唐兰不这么认为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都像他这么认真，这么善良，那这个世界就太10、11、12、13条毛巾。结果没几天，日本人真的打过来了。程一飞和唐兰刚想逃离，唐老板，你们家的银楼啊，银楼被炸了，你快回去看看。唐兰不顾安危冲到银楼，发现一帮人在抢他们银楼的东西。最重要的是，刘传一还在里面。她推开众人，在一片废墟里寻找自己的丈夫。快点抢金子，快点跑啊！快点！大家都抢红了眼，谁又能听她的？大家听一下，安静！等等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传艺刚获新生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发现他听不见唐兰说话的声音，一摸耳朵全是血，两眼一翻就晕过去了。还好医生说休养一下就能恢复，但银楼的损失十分惨重。程一飞没等唐兰开口，直接拿出支票让他救急。唐兰也不客气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房契做抵押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借钱给你啊？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？程一飞也了解他的为人，并没有收下房契。这段时间的唐兰为银楼东奔西走，操碎了心，身体也快垮了。这天，程一飞来看望传一，趁大家都在唐兰要重建银楼，可工人纷纷表示不会跟着他干了。传一更是当众宣布，从今天起，庆祥银楼关门了。唐兰不可置信，原来这是传一和工人商量的结果。他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才明白只有唐兰对他最重要，不想他再为银楼拼命，弄得焦头烂额，让他感动的不知传艺还有工人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为我们银楼的付出。这次事件让唐兰懂得，只有家园平安，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，决定将家产的一半捐给抗日组织。程一飞也深受启发，那我也捐200万。两人相视一笑，默契不语。外面动荡不安，程家内部又兄弟阋墙。程一飞的弟弟程一祥一直以为父亲1分钱没留给自己，都是程一飞搞鬼并毒死了父亲。程一飞为了兄弟和气，答应开棺验尸，但是他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要在朱家找个最好的风水先生，看好日子再挖；第二，开棺之后，如果真的不是像你所说的爸的骨头是黑的，那我就要你在爸的灵柩面前磕头认罪。除了给爸磕头之外，还得给妈磕头，给我磕头，给所有的人磕头认错。3，认完错之后，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件事。行，当然行。没几天，程老爷的灵柩被接了回来，当着大家的面开棺验尸。爸，你再提有理，一定要告诉我真相是什么？你到底是怎么死？请你一定要告诉我。随后，月亮把棺材盖一开，三个小伙子开棺验尸，却被里面的场景吓了一跳。月亮瞪大了眼睛，定了一下心神。爸，骨头是黑的。这下程一祥可抓住把柄，众人面面相觑。程一飞一脸不可置信，走上前亲自确认。陈一飞，你现在怎么解释？我请你当着妈的面，还有爸的面，告诉大家真相究竟是什么？你还有没有同谋？再三发誓他没有下毒，可事实摆在眼前，程一飞无法解释。他请求程一祥给他时间查清楚，可程一祥不答应，当即要押着他去巡捕访讨说法。最后被逼无奈，程老太太只好跪下求儿子宽限几天。程一祥答应给他7天时间调查清楚。程一飞急火攻心，竟然咳出血来。唐兰和传艺知道消息，赶紧来医院看望程一飞，却被程太太拦在门外。原来他得的是肺痨，他把家里和银行的事交给2个儿子，调查程老爷的死因则交给了月亮。程老夫人只是想把老伴儿的灵柩放在书房里，就遭到程一祥强烈反对。无论老太太给他跪下，还是侄子侄女们跪下，他都不为所动。问你，是不是真的所有人都给你跪下，你才善罢甘休？最后他得知大哥得了肺痨，才勉强让步，但有个条件，请人回来24小时轮班看着程老爷的灵柩，以防有人做手脚。短短1天，月亮看完16本医科书，总结了4个原因，可一一都被程一飞否决了，只剩最后一个。就是爸，你真的下过毒，把爷给毒死了。二哥，当你爸不是被你给气死，就是被你给噎死。哦。程一祥故意把消息放给记者，导致银行很多生意都黄了。程一飞为了寻找线索，让月亮找出爷爷当年的日记，随后他念给程一飞听，直到念到6月10号阴，很讨厌这样的阴雨天气，腰疼的让我想撞墙。麦医生说，如果我再吃这么多止痛药，迟早我的骨头都会变色。但是不太。麦医生说，如果我再吃这么多止痛药，迟早我的骨头都会变色。找到了。
父子齐心找到爷爷骨头变黑的线索。为了了解更多，月亮来拿剩下的日记，两人撕扯间，月亮好像看见了不得的东西。爷爷！虽然日记提过骨头变黑的原因，但并没有科学依据。可因为这件事，银行信誉严重受损，导致每天来取钱的客户越来越多。正在程逸飞一筹莫展时，唐兰夫妇出现。本来他们已经迁居澳门，但听说程逸飞有难，立刻回来帮忙。为了挽救银行，程逸飞决定立马召开记者会，表示当年父亲病痛还咬牙工作，只好长期吃止痛药。以前跟他说过，他长期吃止痛药，最后结果就是骨头变黑。程逸翔自然不信，要他出示人证物证。爸的骨头就是物证，我就是人证。更有父亲的日记作证。程逸飞的2个儿子也称在小时候听爷爷说过，他觉得傻子不会撒谎，就问月亮：现在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听爷爷说过？听过，他还说生头猪都比生你强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所有程家人都愿意为程逸飞作证。看着执迷不悟的弟弟，程逸飞忍无可忍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我程逸飞的弟弟，也不再是程家的人。收拾下东西，滚吧！滚！程逸翔就这样被赶出程家，可他给银行带来的危机并没有因此化解。大批散户来银行取钱，4大客户也同时取钱，要逼死程逸飞。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唐兰夫妇赶来，他的一番肺腑之言让大家都陷入深思。最后不知刘传义和曲姐说了什么，他们竟然同意宽限几天。可刚摆平这里，外面又闹腾起来，程逸飞急得直拍桌子。有人能想个办法吗？唐兰灵机一动，你马上去准备5个这么大的箱子，把300万现金全都装进去，越买越好。哎，传一，你跟星星一块去。5分钟以后，你们从银行的正门走进来，让所有的人都看见。唐兰用水枪逼退众人，而后程逸飞亲自出面自证清白。我听到有人说，昨天晚上半夜3点钟，我断气死在医院里了。那我请问你们，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谁呀？程老板，我是不是程逸飞啊？是。程老板，不知道哪一句话是真的呀？说我们的存款是真的，都是大家的血汗钱，麻烦你立马还给我们。好，我给，让他发声。随后就搬来3个大箱子，程逸飞一一打开满满的钞票，总共875万，更表示还有1000万在路上。各位，眼见为实啊，钱通通都在这儿。如果你们还愿意继续把钱存在我的银行里面，我除了欢迎之外，我还会私人多加3个点的利息给你们。你们要是有1个人领不到钱，我程逸飞这颗脑袋砍下来赔给你们。相信程老板，拿去！相信程老板。这场危机终于平安度过。月亮和桂花香来到酒吧庆祝银行转危为安，却看见同胞被日本人欺负。你怎么得罪他们？他爸是陆军团长，让你跳舞你就跳。女孩实在不会跳舞，打算自罚一杯赔罪。结果喷了日本人一脸。月亮和桂花香赶紧上前扶起他。桂花香提议大家每人1口把这瓶就喝光，可日本人不同意。你这个人嘛，都说了，谁 drink too much 谁 will die 嘛，都说了来的喝够嘛，你要怎么回事你？要不我帮他喝了吧？没想到摊上大事儿了，太苦了，太苦了！日本人恼羞成怒打了月亮，女孩趁机跑掉了，可日本人却穷追不舍。桂花香赶紧拉月亮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那个女孩啊！两人跑到街上，月亮还是担心女孩安危，桂花香苦口婆心劝阻，可月亮不听。喂，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救他！一个广告牌让月亮停住了脚步，他急急忙忙找到老师要学日语，而且要马上学会。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老师。可是学语言怎么可能一学就会？月亮让他别管，他说一句老师翻译一句，他全都能记住。月亮看见日本人拿女孩取乐，爸，他是个远近闻名的傻子，上一秒还怕得叫爸爸，下一秒眼神一变，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他嚣张地走过去，脱下外套，一张嘴满口日语。干嘛嘞？話は終わらないな。俺を撃つのか？話は終わらないな。俺を撃つのか？お前の親父は、犯人だろ？
可把的太小啊，我の友達だ。欺软怕硬的日本人有些害怕了，月亮一鼓作气连扇了日本人好几个巴掌，更是搬出板凳要狠狠教训他们。日本人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，月亮也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啊！吓死我了！紧接着两人把女孩送回家，有洁癖的月亮受不了酒味儿，在车后面跟着跑，没想到在上楼梯时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月亮立马冲进房间寻找厕所，好不容易找到，又发现门打不开。开门啊！谁在里面？快出来啊！我快不行了！桂花香赶紧来帮忙，原来是推拉门。月亮立马冲进去用毛巾清理污渍，接着用肥皂猛搓双手，最后干脆一头扎进木桶里。这次月亮终于活过来了。两人看女孩十分可怜，便留下点钱离开了。没多久，女孩找到他们，向他们表达了谢意。就这样，三个人成为了朋友。高玲玲很纳闷，天才一样的人为什么会怕一只鸟？桂花香还告诉她，月亮不只害怕禽类，而且不管什么情况下，她一定要做到最右边。也许天才就是这样与众不同吧。这天，程老夫人把程一祥领进家门，她满怀愧疚地念起父亲的日记，向程一飞忏悔曾经的所作所为。母亲也声泪俱下地为他求情。程一祥向他承诺，我没有小孩，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。我永远不会说一句伤害他们的话，我永远不会做一件让他们难过的事。如果您愿意让我在银行帮您的忙，我会记住。您是程一飞，我是程一祥，您在前面飞，我就永远在你后面帮您的忙，绝对不会飞到您的前面去。上一秒女人还在逼问丈夫处过几个对象，下一秒就被几个壮汉掳上了车。丈夫看见赶紧追了出来，可两条腿哪比得过4个轮子的，他灵机一动，找条近道包抄过去。谁知这帮人穷凶极恶，丝毫不减速朝着他开了过去。站住！无论他怎么叫喊，车子都扬长而去。他赶紧找程一飞帮忙。听了他的叙述，程一飞怀疑是日本人抓了唐兰。果不其然，日本人得到情报，说他捐款100万给民间抗日组织，并怀疑他有同党。唐兰一口咬定是自己个人捐的，而且不止100万，一共是360万。只要翻译官保证他不用受刑，他可以告诉他一个秘密。你别看他看到你的表情就会知道有问题。当你知道这个秘密，你就能得到9万两黄金。翻译官忙不迭地保证他不会受罪，他的家人也不会受到牵连。唐兰随便编造了一个9万两黄金的故事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日本军官能听懂中国话。说到关键时刻，他假装心脏病突发。帮我拿药。黄金在哪里？说！我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。黄金在哪里？翻译官找到药喂给唐兰，紧接着把他送进医院。但很快日本人知道唐兰是装的，他死死掐住他的脖子，怀疑黄金的事是假的。唐兰赶紧解释，这么做只是为了躲避用刑，她一个女人只要用刑就会马上招供。那说的这个事儿就每个人都知道了，那黄金就会落到你们国家手里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你愿意吗？果不其然，在巨大利益面前，这个日本人抛弃了信仰。他欺骗上司说唐兰有严重的心脏病，不能用刑。唐兰就这样逃过一劫。程一飞答应刘传一3天之内把唐兰安全带回来。他用100万请租界大姐大曲姐帮忙。能救唐兰的确实只有我一个，但是我不要这些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用叶银行的2成股份。我跟你讲，我手上有枪，你告诉我兰姐在哪儿，我就放了你。如果你不说，我就数3声。我知道，我数3声，我就毙了你！1、2、3，啪！月亮为了救唐兰，绑了个日本兵打听情况，却没想到出师不利。而程一飞为救唐兰，不顾众人反对，同意曲姐分走银行2成股份的无理要求。但他却得知曲姐拿钱不办事，一直吃吃喝喝。月亮实在按捺不住，来找曲姐打听唐兰的消息。我收了你爸的钱，
要是不能说得出做得到，也没这么多人叫我曲姐。那你还有空在这大吃大喝，我都急死了！这下可惹毛曲姐的手下，曲姐无所谓的表示，她已经私底下和日本人联系过了，等消息就行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你陪曲姐喝一杯再走吧。来，喝酒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他这个举动彻底惹怒曲姐，让她回去告诉程一飞，唐兰的事她不管了。月亮知道大事不好，赶紧求曲姐原谅。我没有礼貌，我打自己。这时有手下向曲姐报告，月亮是个怪人，什么都怕，但他却记忆力惊人，因为这事还上过新闻。曲姐来了兴致要考考月亮。这儿有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你可以多看几眼，然后告诉我们里面有多少人，多少匹马。更是承诺，只要他说的准，他一定会救出唐兰。如果不行，那我可就不救了。我背。月亮站在偌大的清明上河图面前，快速记忆里面的细节，然后坐在椅子上。整个的城楼左边有174个人，156个人，等等147个人。因为太紧张，他记得并不真切，数目完全对不上。月亮跪求曲姐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却没想到曲姐的手下直接拿出一只鸡来，月亮被吓得屁滚尿流，满桌子底下乱窜，丢尽了脸面。这边程一飞为唐兰得罪全家人，把家里的全部古董送给曲姐，但实际上他心里也没底，今晚注定是所有人的不眠夜。第二天曲姐寿宴，我是来给您祝寿的，顺便给您表演节目啊！生日快乐！表演？什么表演？激励啊！女流氓头子问小伙子，他今天什么打扮？珍珠吐干、珍珠项链、钻石耳环，左手戴手表和钻戒，右手戴珍珠手镯和戒指，黑领黑边金色花纹旗袍配黑色的高跟鞋。众人吃惊，竟然全对。曲姐指了指身后的清明上河图，让他记清楚。没一会月亮就看完了。曲姐考他，月亮，一共有几艘船？31艘，上游13艘，下游18艘。几辆车，几顶轿子？8顶轿子，20辆车。桥上有多少人？122人。路上有几头牛？5头。月亮，我再问你别的问题。今天晚上有多少人在这吃饭？32个人。有几个人戴着帽子？多少人穿着西服？9个人戴着帽子，17个人穿着西服。曲姐不可置信，她加大难度，让手下撒了一盒牙签，还用脚踩住了几根。有多少根牙签？74根。这时手下报告：31艘船，上游13，下游18。8顶轿子，20辆车。桥上122个人，中间真的有5头牛。就连牙签月亮都说对了，众人无不佩服。曲姐也竖起大拇指。月亮很郑重地请求曲姐认真地努力地营救唐兰。他深深鞠了一躬，说了一句生日快乐，就转身离开了。曲姐答应你，如果那个唐兰还没死，我一定把她带回来。可都第3天了，还是没有唐兰的消息。月亮再次找上门来，曲姐也叹气，花了400万，愣是没查到唐兰被哪个部门抓的，就是有力也无处使啊。这时月亮说，他最近看到一个很不一样日本军旗。什么样的？这中间有一个太阳，旁边有很多射线，那个他敢肯定是日本海军的军旗。要真的是海军，那就好办了。我跟他们大佐太熟了。当天日本军官就收到命令，前几天啊，你就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的，口口声声说什么锻炼我，其实是因为曲姐在外面说了不开心的事情，让你心里一肚子火发不出来，然后冲着我就一顿骂，你说对不对？确有其事。3天前曲姐来开董事会，不但在会上对程一飞管理方式指手画脚，还提出要银行和赌场合作。程一飞出高价想买回银行的2成股份，却遭到曲姐的拒绝。就在这时，别吵了！什么声音这么难听啊？程一飞在曲姐那吃了瘪，回头看见月亮更来气了，让他继续擦玻璃。没吃饭，叫你用力点。爸，我觉得是因为这块灰啊，时间太久了，它不好擦，要不我去买块肥皂回来再试试好不好？看不出眉眼高低的月亮，让程一飞气得七窍生烟。他当众质问月亮来银行3个月了，都做过什么？净搞一些乱七八糟没用的破事儿。桌子2张摆，文件按颜色放，地板不干净的擦，玻璃不干净的也擦，我擦你个头擦！还说月亮不光没有进步，还净给同事添乱。月亮有些委屈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最后程一飞给他2个选择：第一，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负责把这边玻璃给我擦干净；第二，你负责给我写一份报告，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银行家，把你的理想跟抱负写在里面，3天之后交给我。3天这么短？对，就这么短。我要知道你到底是个银行家还是个清洁工。月亮回去后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他到底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不管我有多笨，我都要努力做一个大当家。他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不断学习查阅资料，还实地调研。经过3天不眠不休，他终于写出一份报告交给程一飞。没想到第2天开会，报告被大家批得一文不值，程一飞更是一点情面都不留，不但说月亮一辈子学不会做生意，还说他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，居然要把银行开在穷乡僻壤的农村。如果按照他的报告经营银行，1年亏本，2年倒闭，3年我就要破产跳楼了。不可能，不会破产跳楼，一定会赚钱的。月亮把未来趋势讲给程一飞，又大胆吐槽他身上的毛病，就有了开头那一幕，吓得众人都不敢出声。没想到程一飞非但没发火，还称赞月亮：你只要记住我一句话，你的心有多热，梦想有多大，你将来的机会就有多大。我要是连一只小小的鸡都害怕，我以后怎么去做一个救人的银行家呢？我今天让你们看一看，今天是我吃了你们，还是你们咬死我！1.8米的大小伙子喊着口号冲进去，可一看见鸡瞬间怂了。别过来，我不是来买鸡的，我不是来买鸡的，我是来洗面的。月亮怕所有人对自己彻底失望，决定训练自己。高玲玲则当起他的老师，早上陪他在公园练习跑步，训练手脚灵活度，紧接着学习骑自行车，还要把梦想大声讲出来。一样的梦想不需要在农村最穷的地方开办银行，让他们有多少钱赚多少钱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月亮已经很熟练地骑自行车了。可一不小心，月亮掉进了湖里，高玲玲赶紧跑来救他。2人亲密的样子，看在桂花香的眼里是那么的刺眼。随后，高玲玲把月亮送回家，受到程家人热情款待。他和月亮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可桂花香却因为太想念月亮而暗自垂泪。他现在什么也不奢求，只希望和月亮做回好朋友。这天是永业银行开业20周年纪念日，程一飞让月亮上来汇报业绩，他表现很出色，还演奏了一曲献给爱丽丝，获得大家热烈的掌声。最后他很想对一个人说几句话，高玲玲还以为是他，没想到居然是桂花香。你愿意再跟我做好朋友吗？这段时间，月亮无时无刻不在想他，也在刻苦训练自己不依赖别人。我在努力的学习，做一个正常人。即便我知道它很难，但是每我想起你对我说的话，我就会坚持下去。桂花香，我现在已经学会跟别人握手了。桂花香握住月亮的手，感受到他的善良和真诚。你还愿意跟我做好朋友吗？桂花香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医生，这个梦想我是替文先生打的，这个梦想我是替我丈夫打的。这帮畜生，凭什么让我们跟你们鞠躬？凭什么不是你们跟我们鞠躬？你们害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！我丈夫就是被你们杀的，这辈子我再也见不着他了。你们这些畜生！唐兰的丈夫刘传仪在街上看见日本人正在强暴一名女孩，他实在不忍同胞被欺辱，冲过去用木棍打晕了日本人，救起女孩。谁知日本人醒了过来，2人厮打在一起。日本人掏枪要毙了刘传一，却没成想遭到刘传一的反杀。他悄悄来见唐兰和他告别，然后逃往沦陷区。可没多久，唐兰就收到消息，刘传一为躲避日本人搜查，身中树抢掉进河里死了。唐兰伤心欲绝，却在这时得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阿兰，传一没死，他还活着。然后拿出一封信，唐兰有些不敢置信，找到管家鉴定笔记，就连管家都确定这是刘传一的笔记，不会错。可刚回家，家里的灶台就被人挖开了，唐兰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了。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赶紧找程一飞商量此事。可月亮看了一眼信件，却说：这不是一个人写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看，兰字
左边的3点水是连起来的，到了这边呀就分开了，看到没有？还有啊，这个你字，这2个点这边是连起来的，到了这边就变成分开的了。还有照顾的顾字，这边的底下是2个点，到了这边就变成一个8了，所以我敢肯定这不是一个人写的。众人恍然大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程逸飞送唐兰回家。他看着刘传义亲手种下的槐树，感慨物是人非，却被躲在后备箱里的人听见。当晚院子里的槐树就被刨了。很快唐兰又收到信，这次月亮看后非常确定地说：可是这封信是日本人写的。那个日语老师跟我说啊，中国人说到爱情2个字啊，只运用在男女之间的感情，但是呢，日本人不是，日本人形容亲情也会用到爱情2个字。月亮指出信里多次把亲情说成爱情，只有日本人才会这么用。唐兰将计就计回信给这个神秘人，果然他出现在唐兰给的地址上，原来是千叶冒充刘传一，想骗出藏黄金的位置。为了这批黄金，他得罪上司，官也丢了，还成了逃犯，却没想到你做梦都想得到那批黄金啊？是假的，是唐兰编造出来的，你就是把整个租界给挖空了，都没有。民国大银行家身受重伤，竟然把上百家银行留给一个外人，在场的人都听得真真切切。可回到家里，程逸翔就假传圣旨，说大哥把银行交给他打理，还说他亲口承认，就是他用砒霜把爸给毒死。说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很痛苦，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。他希望在他临死之前，我可以原谅他。知道真相的月亮拼命摆手，让大家不要相信他的话。本来程逸飞和程逸翔的关系就不好，加上月亮的反常，大家觉得他说的不可信。可谁知二太太站出来，是真的。傅姨，是逸飞亲口说的，我当时在场，听得一清二楚。凤萍，你真的亲耳听到逸飞说是他用药毒死他爸爸的？是。二太太把程逸翔的谎言补得天衣无缝，让大家不得不信。月亮因为受到刺激而失语，只好找唐兰帮助。我是过来澄清一下，哦，程逸翔先生说的一切全都是假话。他把程逸飞在医院里所说的话一一复述了一遍，这下程老太太懵了，不知该相信谁。就在这时，曲姐又来添乱。你连人家丈夫的心都抢了，还要抢人家的银行啊！曲姐告诉大家，程逸飞就是为了救唐兰才中的枪。程老太太听后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，让他滚出程家，不许月亮再和他来往。发生这些事，月亮睡不着，来到阳台，看见高玲玲和桂花相站在院子里，他们给了月亮莫大的鼓励，也让他再次刷新朋友的意义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医院看望程逸飞，却被医生告知命保住了，但最多只能活2年时间。猴急的程逸翔和曲姐联手赶走了唐兰，独占银行，而身体虚弱的程逸飞自顾不暇，只能任由程逸翔胡作非为。没过多久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我就是想当程老板，过2天我会带个律师过来，他会准备好一份完整的文件，您只要在上面签个名之后，我程逸翔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银行的管理人。程逸飞见他走后，一把掀开被子，我就是个哑巴，我不会说，不会干，我还不想听，我什么都不想。我再也不要看见天爷那个样子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二叔那个样子了。桂花香用激将法不仅让月亮重新说话，还想到了救银行的办法。我的想法就是让你们早点结婚。月亮提议让程逸飞和唐兰假结婚，就可以名正言顺接管银行，但程逸飞坚决不同意。丈夫尸骨未寒，新寡妇为了钱，却嫁给了一个活不到2年的老头，你面子要摆哪儿？你还要不要做人啊？可唐兰为了报恩已经决定，后半生只为3件事而活，为程逸飞，为月亮，为银行。随后月亮偷偷来到奶奶的房间，把录音带和一封信交给她。第二天，程逸飞在银行当众宣布他和唐兰的婚讯，不出所料受到所有人的反对。唐兰，我想问问你，刘传一死了才几天？7个月零3天，怎么了？你们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吗？啊，比那些下三流的妓女还不要脸。他还没说完，程逸翔就先怒了，大骂他要做风流鬼。就在这时，程老太太来了，程逸翔赶紧告状。原来大哥跟唐兰他们真的有私情，他们刚才宣布要结婚，我真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呀。2个儿媳也逼老太太主持公道，谁也没想到对唐兰恨之入骨的老太太要热热闹闹风光大办婚礼。
让全宗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，都为你们的喜事高兴。随后，程一飞就宣布，我太太唐兰将重新接管永业银行。而唐兰上位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曲姐和程逸翔，还有他们手下的走狗。而程逸飞回家后，第一件事找二太太凤萍，问她为什么要篡改自己的遗言。凤萍反怪她听信流言，20多年来冷落自己。我见过他，他是个戏子，对吧？没有，你冤枉我，我不认识什么戏子。你们私会过几次，谁先勾引谁，在哪里约会，这些我全知道。程逸飞看在夫妻情分上没有继续追究，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。丈夫尸骨未寒，新寡妇为了钱却嫁给了活不过2年的老头，顶着这样的流言，唐兰嫁给了程逸飞，却没想到家才是最危险的地方。二太太凤萍贼心不死，挑拨唐兰和大太太的关系。娥姐可以证明，唐兰是处心积虑来接近程家的，要一步一步抢走程家所有的东西。紧接着，她找来娥姐证实自己的话。月亮少爷当时跟我说，老爷跟唐兰早就要好了，说唐兰才是他亲妈，他不是大奶奶的儿子。大太太听后既震惊又难过，而她走后，凤萍威胁娥姐不准说出真相。唐兰正式接管永业银行，但随着战争爆发，银行也受到严重冲击，很多员工另谋出路。内忧外患的情况下，唐兰又得知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，她的前夫刘传义还没死。曲姐用刘传一的下落威胁他交出银行的管理权。回到家，程逸翔又利用这点挑拨是非。唐兰明明知道大哥只剩下2年可活，于是就将刘传一炸死，自己呢就好趁机加入我们程家。第一步先掏空永业银行，第二步就是骗光我们程家所有的家产。唐兰还以为是他们的把戏，就没在意。可刘传一的父母也说见到儿子，直到程逸飞赶来。我也看到传一了。什么？你也见到传一了？是啊，1个小时之前我在酒楼门口看到他。他答应二老会加派人手继续寻找刘传一，送走他们。程逸翔开始说风凉话。唐兰应该继续当大哥3老婆好呢，还是回去当刘传一的原配夫人好呢？这下唐兰成了程家人口诛笔伐的对象。程逸飞赶紧维护，称刘传一早就入土为安，刚才不过是怕刺激刘老太太才顺着他说的。可出了门，他马上带唐兰寻找刘传一。车子没开出去多久，刘传一就迎面出现在唐兰眼前。等他追上刘传一，却发现对方不认识他，还被打劫了。给我1000块钱。傻子少爷艳福不浅，到哪都有2位美女服侍，一个给搭配衣服，一个给搭配领带，还陪着见客户谈生意。可这客户不老实，把手放在了桂花香的大腿上。他为了不搞砸生意，只能借机提醒麦老板拿走他的臭手。可月亮再傻也看出端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你把手放在桂花香的大腿上了。月亮让他当众道歉，下不来台，生意自然没谈成，丢了大客户，银行员工又要另谋高就。大家都在商量怎么把员工留下，只有月亮要开欢送会，让他们高高兴兴的走。所有人都不理解，但程逸飞支持月亮。在欢送会上，月亮对每位要走的职员都说了肺腑之言，还跳了支舞欢送大家。月亮少爷，我可以回来工作吗？大家都被月亮感动，纷纷回来工作。唐兰需要人到香港谈一笔重要业务，月亮自告奋勇。说实话，要让我出远门，我一提起来就害怕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睡在自己的床上，我都没有变过。但是爸不是说过吗？让它发生。我要把所有的困难当成我的朋友，然后一个一个去克服它。程逸飞听见儿子这么说很欣慰，决定让桂花香和高玲玲陪月亮去香港。随后3人来买日用品，高玲玲的完全按照月亮的喜好挑了一份，可她最终还是选了桂花香挑选的，让高玲玲十分不开心。这天她让自己的追求者办一件事，明天上午9点，你替我给程逸飞家打一个电话，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。结果第2天，桂花香临走时接到父亲出车祸的消息，月亮只好和高玲玲一起去香港。可谁知父亲好好坐在家中，没多久月亮凯旋而归。高玲玲一边炫耀在香港的见识，一边暗示桂花香她和月亮才是一对。可月亮用行动证明，她的心里只有桂花香。她不断诉说对她的思念之情，还特意从香港买了礼物给她。高玲玲知道，她永远挤不进月亮和桂花香的中间。醒醒吧，徐伟健！我最恨的就是你这副虚伪的样子，我一见到你我就想吐。我告诉你，人家程月亮完全不是这样的，人家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不像你这么虚伪。
男人恼羞成怒，找到桂花香，告发高玲玲背后捣鬼，导致他错失去香港的机会。桂花香找高玲玲对峙，没想到他倒先发制人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以前说是我支持徐伟健打电话骗你，害你去不了香港。我真不敢相信，这种话从我最好的朋友嘴里说出来。我又没说那事是你干的，我连月亮都没告诉他，我只是想去问问你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问我干什么？你问我，就代表你认定我做了这种事。你那些话，就像一把生了锈的刀，慢慢的扎进我的心啊，桂花香。不得不说，高玲玲好演技，把桂花香和月亮唬得一愣一愣的。一回家，徐伟健就找上门，高玲玲自然没有好脸色，但他借着酒劲大骂高玲玲是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还想霸王硬上弓。可看到他厌恶的眼神，瞬间没了勇气。徐伟健刚走，月亮就敲响了房门。高玲玲眼珠子一动，计上心来，她重新扯乱衣服和头发，故意让月亮看见自己的惨状，然后告诉他自己被醉汉强暴了，还 PUA 月亮没及时来救自己，是他的错。大家看见彻夜未归的月亮，很是担心，一直追问他去了哪里。我不想说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们让我去看外面的世界，可谁知道外面的世界这么可怕，我再也不想提了。单纯的月亮是真心为高玲玲难过，无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想帮助她渡过难关。不得不说，高玲玲真是 PUA 高手，先是让月亮觉得一切都是因自己而起，紧接着向她表白，再哭着说，可是我现在根本没有资格去喜欢任何一个人，也不会有人再喜欢我这种女孩了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就算我上辈子欠了你什么，现在也该还清了。唐兰，我们的丈夫已经让你抢走了，银行也是你说了算，连我的儿子你也抢走了一半，现在你要赶走我未来的儿媳妇。是你自己喜欢桂花香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，我看她就恶心。下次再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把她赶走，明天就让太阳把她开除。今天高玲玲故意给大家看照片，变相宣布了她和月亮的恋情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只有唐兰有些奇怪。她追问月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怎么短短10多天就变心喜欢上了高玲玲。月亮为了信守承诺，坚决不说出真相，可他俩的谈话被别有用心的二太太听见，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大太太终于把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的说了出来，你这个阴险的女人，竟然去骗一个孩子，说她不是亲妈生的，亲妈是你。唐兰百口莫辩，她在程家真是举步维艰，同样月亮也好不到哪去。桂花香把她送的礼物归还给她，两人以后再无瓜葛。可高玲玲仍是不放心，偷偷把桂花香要送的文件撕掉，但她也不傻，知道又是高玲玲捣的鬼。可高玲玲是狡辩高手，我为什么要偷你的信啊？我现在在跟月亮谈恋爱，这个银行又是月亮爸爸的，银行损失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没凭没据，桂花香只能吃哑巴亏。但高玲玲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她，转身就扮可怜向月亮母亲告状。随后3人组就找到唐兰，非要开除桂花香。二太太说桂花香妒忌高玲玲和月亮在一起，处处和她对着干。唐兰坚决否认桂花香是这种人，表示不会开除桂花香。这可把他们仨给彻底得罪了，召集全公司人当众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唐兰不再是永业银行的总经理，你们不再需要对她负责。同时，唐兰不再是程家的人。除了这3个女人，加成一响，在场的人都反对，尤其是月亮。这时程老太太站出来主持公道，我可以郑重的、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他绝对是一个好人。第一段话里面一共有9句话，9句话，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，第二句话的第二个字，第三句话的第三个字，一直到第9句话的第9个字，把它们连起来就是2号3点5福楼枪杀。几天前，月亮和高玲玲在街上被一个人狠狠撞了下。这个地下情报人员知道这次逃不掉，就把秘密信件放在了月亮身上。可大家都看了，不过是普通的问候信。程老太太怕惹祸上身，就把信销毁了。但月亮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听到大哥说父亲去了5福楼，才恍然大悟，立马冲出银行跑到5福楼，这才救了程逸飞。事后月亮告诉大家他在信里发现的秘密，可信件还有第2段。如果按照刚才的那种排列方式，就是七听我点炸惊透。
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但月亮笃定这里面一定有规律。这些天月亮一直冥思苦想，可始终找不到头绪，直到……你赶紧告诉我今天是几号？7号，12月7号。你呢？1941年12月7号，我知道，194127，他们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第一句话的第1个字，第2句话的第9个字，第3句话的第4个字。行了，今天散会吧。月亮，走，到办公室来。来不及了，什么来不及啊？你的把它串起来就是7号4点炸银行。果然，时间一到，银行被炸毁了。可大家还惊魂未定，月亮又说出令人震惊的消息：日军大集结，随时打入租界。当晚警报就拉响，日本人更不租界，银行被迫停业。日本人威胁程逸飞和他们合作，曲姐也做了他们的狗腿子。程逸飞大骂他是死汉奸。我警告你，你别左一句死汉奸，右一句死汉奸的。你不是死汉奸，你是什么？好，我现在这包里就有一份黑名单。刚刚那2个鬼子让我写50个名字上去，我只写了30多。曲姐不仅要把他和唐兰的名字加上去，还要把程家人都算上，这可彻底惹怒了程逸飞。他掏出枪顶着曲姐的脑袋，要是大家一起死，信不信？不行！送走这个瘟神。程逸飞郑重对唐兰说：“咱们离婚吧。”你们不为自己想，你们为孩子想想，孩子还小，怎么办？把孩子先给我带走，给叔叔走，给叔叔走。日本人马上要实行宵禁了，月亮担心这些难民有危险，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避难。程逸飞因为唐兰被抓，本就心乱如麻，现在月亮又搞出这么多事。我求你别再给我添乱子了，行不行？爸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错了，爸。虽然月亮嘴上说错了，可没一会儿他又带了一批难民回来。站住！往上跑！怎么又多那么多人？没有啊，本来就这么多人。你还撒谎啊！造瞎子！程逸飞忍无可忍，让他们统统出去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敲响，月亮一推开门，又是一大批难民，他毫不犹豫把人都带了进来。程逸飞看到这个混乱的场面，鸣枪示警，让难民都离开程家。谁知月亮悄悄又领了一帮人进来。程逸飞绝望地说：“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啊！”再也不管这里的事，独自回到房里，救不出唐兰，自己又命不久矣。家里还是这种情况，程逸飞感到无能为力。正在他想结束自己生命时，听到一阵钢琴声，他看到大家都安静地围在月亮周围，桂花香唱起振奋人心的歌，一声啼哭，新生命降生。大家给孩子取名重光，预示我们国家马上可以重新胜利。程逸飞因为月亮的所作所为，终于想通，不管日本人怎么对付我们，我们都不能想到一个死字，我们要活下去，因为我们要发现国家抗战的胜利。同样在牢里的唐兰也不肯向日本人屈服，先是淋雨挨冻8个钟头，紧接着拉去暴晒14个钟头，送回牢房时已经奄奄一息，可依旧不答应银行用日本人的中储券。日本人直接下令枪毙！我们有枪，你敢干什么？想绑架啊？我找你吃。随后月亮被蒙上眼睛，强行带上车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原来他们是民间抗日组织，想请月亮帮忙破译密码。本来他还很害怕，但当他知道唐兰他被枪毙了。你说什么？唐兰的死让程家上下悲痛欲绝。可随后日本人又说，我们虽然是开了30多枪，只不过我们是这样开的。原来唐兰并没有死，但2天以后他还是不答应日本的要求，不仅他要死，整个程家都要死。月亮看着父亲老泪纵横的样子，下定决心一定要对付日本人。他自愿带上黑布来到秘密基地，经过他不断推演得出12月10日生活第3版，就按照我刚才查的坐标系查。最后在报纸拼凑出4月39号撤去南京，德国特使威特曼12号来租界报恩。成功了！大家都非常佩服月亮，能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他也很高兴。这天银行突然来了一帮劫匪，挟持一名人质索要5万元。程逸飞赶紧吩咐人准备，等钱到了，劫匪反而不要。这是法律，我要还中储券。程逸飞表示银行没那么多，没有中储券，开什么银行？哎，月亮去，死有余辜。
银行职员的死让月亮更坚信自己走的路。他这次破译的情报是：大事件，炸弹袭击，宵禁3天。还有其他什么？还有德国特使意见，不能擅自杀害任何一名租界银行家。就在这时，警报响起，日本人来了。月亮从窗户逃跑，一摘眼罩，却看见他最害怕的鸡。不想惊叫声引来日本人。男人为保护月亮，孤身犯险。随后他安全回到程家，告诉父亲，租界所有的银行家，包括你，包括俺妈妈，他们都不能随便杀，日本人骗我们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月亮不能实话实说，只好说是自己想出来的，要父亲无论如何都要相信他。这时星星来了，托山又带了一帮日本人过来，他让你马上下楼呢，你还想什么呢？赶紧下去吧！他说要杀光他们全家呀，爸！男人让妻儿老小排战，给日本人当活靶子，看他们不敢动手，决定自己打死自己。这里面有6颗弹孔，只有1颗子弹，我看我会不会一发即中。程一飞交代完后事，立马扣动扳机，这次运气好没打中，可他还要继续。日本人威胁他，不放下枪就乱枪打死他的家人。程一飞毫无惧色，让他们别控制随便打。正好黄泉路上不孤单，随即又连扣动2次扳机，吓得月亮直接倒下。不相信，不会中！日本人赶紧拦着程一飞，问他到底想干什么。他看应的来的差不多了，就态度软和下来，表示想和日本人交朋友。但他们一上来就抓了他程一飞的老婆。你老婆不肯使用我们的中储权。不是我们不用中储权，是因为这件事急不来。我跟唐兰已经有全盘的计划，不信你问问他们。他承诺日本人1年以后中储券将全面代替法币，可日本人急于求成。程一飞怒道：阿当你是专家，杀人开枪那也是你的本事，你懂得什么叫经济吗？懂得什么叫金融吗？你他妈懂个屁！程一飞这一番疯狂操作，终于保住了唐兰的性命。他如释重负地跌坐在桌子上，众人赶紧迎了过去。我根本不想自杀，瞧你们没死的。大家这才放下心来。3个儿子把程一飞扶回房间休息，但他唯独把月亮留下，追问月亮到底如何知道日本人不敢杀他。不管他是发誓还是下跪，月亮都不肯说出实情。第2天日本人就放了唐兰，却不肯放铁大虎一同离开。他十分强硬地表示，他可是我跟程一飞的救命恩人，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义气。我再说一遍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日本人无奈只好同意。程一飞安排酒席替唐兰洗尘，他趁机询问桂花香，知不知道他认识一个叫黑布先生的是谁啊？黑布先生？对，不知道。桂花香，先走了哈，先走了，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要再问了，我贼也不告诉我。小情侣正在压马路，谁知祸从天降，傻子少爷被日本人当成无业游民拉去做苦力，小女友赶紧找人帮忙，证明月亮是永业银行的少爷，这才逃过一劫。经历这件事让月亮感叹生命无常，告诉了桂花香一个秘密。当晚他就找到高玲玲，质问她，你是不是跟月亮说6月8号晚上你被一个酒鬼给强暴了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干嘛还来问我？你在欺骗月亮。高玲玲当然不肯承认，先表演起作为受害者的脆弱和无助，再指责桂花香是在伤口上撒盐，最后颠倒黑白，混淆视听。这件事情被你这种人知道，难道你还会好心的替我隐瞒吗？我知道，明天银行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，程家上上下下的人也都会知道。桂花香实在不想听他诡辩，直接问道：徐伟健说他明明在下楼的时候看见月亮往上走，你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公园？你怎么可能被强暴呢？高玲玲就是不正面回答问题，总是顾左右而言他。高玲玲，你始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面对桂花香的追问，高玲玲没招，只好下逐客令。你知不知道月亮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个事情？今天在马路上，他差点被日本兵抓走。他说人随时都会死，哪怕死了以后，我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秘密，永远不知道你有多可怜。他希望我们继续做朋友。可惜月亮的话并没有让高玲玲悔悟。第2天，他立马找月亮兴师问罪，还是老套路，先抹黑桂花香，再然后 PUA 月亮。就在这时，程一飞、唐兰、桂花香推门而入，高玲玲极力辩解，但程一飞只想知道徐伟健下楼，月亮上楼，他哪来的时间去公园被强暴？高玲玲还想用老办法顾左右而言他，可程一飞不吃这一套，他又转移话题到唐兰身上。我不想听废话，偏袒他，我是想听你解释。高玲玲见情况不妙，想赶紧跑路。别走，月亮他必须知道真相。就算高玲玲是诡辩天才，此时也实在找不到说辞。你不说我说了，那天晚上徐伟健去找你，他喝醉了酒，
要求跟你复合，还想跟你亲热，你不肯就把他给赶走了。他前脚一走，月亮刚好上去了。他看你那么狼狈的样子，你就索性说你被人强暴了，因为你知道月亮他心软。我想跟你谈恋爱。傻了30多年的富二代终于开窍，不但送花向女孩表白，还大胆牵起她的手。女孩问他是不是前女友教的，他想也没想点头承认。天哪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啊？月亮和桂花香几经波折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程一翔为在家里有话语权，买通日本人想抓走大哥的儿子。我记得程一飞有好几个儿子，你想抓哪一个？月亮，我最讨厌的傻子。但一想万一吓死月亮就得不偿失了，最后决定抓走星星。这天星星突然被日本人拽下车，二话不说直接抓走。司机赶紧回程家报信，程一翔趁机吓唬大家，抓的人就送去当苦工，而且还送到前线去踩地雷。大嫂，我看你的星星可能这辈子回不来了。大太太立马被吓得六神无主，程老夫人让她闭上臭嘴。随后一干人跟着唐兰去营救星星，留着她一个人干瞪眼。他马上打电话给日本军官，请求他推延2小时，让唐兰无功而返。他再孝敬一个小金佛。果然，他们垂头丧气的回来。各位，我诚恳的在求你们，让我去试一试。我保证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，我就把星星给救回来。大家只好死马当活马医。他信心满满的找日本军官放人，却被告知来晚了。所有抓来的人已经被送去码头了，那个程星星也不例外。程一翔吃惊看着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日本军官让他放心，他一个电话就可以让码头放人。说着要起好处来，程一翔赶紧双手奉上，可他只顾着欣赏金佛，完全忘了打电话这码事儿。程一翔忙拿起电话催促，谁知他撂下电话无所谓地说：“他死了。”你听不懂中文吗？死了？怎么会死了呢？他半路逃跑，被枪决了。你们这些中国人真是愚蠢，不逃跑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程一翔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这下糟了，我怎么跟我妈交代啊？他没想到事情会成这样，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。可一回到程家，他就开始表演，跪在大家面前忏悔。大嫂，我对不起你。我要是早到半个小时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真是气我自己，当初为什么这么磨磨蹭蹭，浪费时间？面对大家的追问，他只好吞吞吐吐说：“星星被日本鬼子打死了。”随后，星星的尸体被抬回程家。这是那个程一翔自编自演的一出戏，想博取他妈的欢心。他想让日本人抓了程星星，然后他再假装好人再去救他，谁知道中间出了岔子，砰砰砰！所以他就顺水推舟的赖在你身上。唐兰终于知道星星死的真相，但苦于没证据，他只好先瞒下。而程一翔这杀人凶手居然跑到银行要祭拜星星，铁大虎看他演戏就想吐，暗自发誓一定要调查清楚。他把程一翔叫到自己的面馆，假装星星上身。二叔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让那个日本人来抓我？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你这，我说，为什么？吓得程一翔屁滚尿流的跑了。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，决定先下手为强。这天铁大虎在回家的路上观察到四周不对劲，就在这时车夫拿刀砍向他。好在铁大虎会功夫3下5除2解决几人，但他心里清楚谁是始作俑者。他立刻找到程一翔算账，打算要他的命。唐兰赶紧阻拦：“如果你今天要杀他，就先杀了我！”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要是把他给不成，我害死你了，你会后悔的。如果今天不来人，我才会后悔呢。陈毅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。日本人该死，他也该死。可是为了他们，你赔上自己的性命，觉得值得吗？在唐兰的苦苦哀求下，铁大虎放下了枪，因此大家都怀疑铁大虎就是刘传一。唐兰、程一飞、月亮都一一列出证据，可都被铁大虎反驳回去。这时，一名医生进来：“王医生，你得帮我个忙啊！”说着，他脱掉衣服，露出胸口的伤疤。你看这个疤什么时候的疤？这个是新伤，不超过3个月。新伤？来看这个疤什么时候的？哦，这道伤啊，这是旧伤，恐怕得10几年了吧？你肯定？铁大虎问唐兰，她丈夫身上有没有这道伤疤？唐兰摇了摇头，
可他不仅猜错铁大虎，还放虎归山。刚捡回一条命的程一祥立马找到日本人，又说他父亲被毒死的事。可程一飞是租界大银行家，日本人也不敢随便动他。程一祥用永业银行30%股份做诱饵还不够，日本人还要花姑娘，而花姑娘正是高玲玲。3更半夜，日本鬼子撬开女孩的房门。没错，是我喜欢的美女。他一把推开门闯了进去，两个人在屋里开始躲猫猫。高玲玲一个箭步跑到门前，却怎么也拽不开房门。日本鬼子一把他摔到床上，就要霸王硬上弓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有人在喊救命！谁呀？怎么没见过你了？有人在喊救命了！你们想死是不是啊？里面是是皇军少尉，听到没有？赶快走！我把你全部抓宪兵队去！小老百姓不敢招惹日本人，只好躲回家中。听着高玲玲的哀嚎声，程一祥知道这事儿成了。而日本鬼子只是随口夸高玲玲漂亮，他就特意跑到银行，找到高玲玲的档案，知道了家庭住址。这个畜生为了达到目的，把高玲玲当作礼物送给了日本鬼子。等月亮再见到高玲玲时，他已经是这副模样。他向月亮借钱，又不肯说出实情。月亮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，还外加一块金表。高玲玲最终被他感动，说出那晚的事儿。我昨天下班回家，突然有一个日本人闯了进来，他一进来就要强暴我。我本来是可以逃出去的，可是不知道谁把门给顶住了，我的脸和脚都是被他打的。月亮，这么荒谬的事情，你信吗？那个日本人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怎么会跑到你家里去的？突然，我以前骗你说我被强奸了，没想到真的发生了。不管高玲玲骗过他多少回，月亮依旧选择相信他。可桂花香不相信，小情侣为了此事大吵一架。这边日本人得了好处，也没忘办事儿，要开庭审讯程一飞。而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正是铁大虎。程先生，这位程义祥先生状告你22年以前谋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麻烦你给我们走一趟吧。梁总。随后他到程家宣布这个消息，不允许程家人踏出租界半步。而程老爷子又要被挖出来开棺验尸，气得程老夫人当场晕了过去。铁大虎在挖出尸骨后，立马审讯程一飞。他不但大骂程一飞，还要找来唐兰，让他们夫妻俩跪着求自己。支走手下，他立马换了面孔。大哥，让你受惊啊！恭敬地端水喂药，而程一飞也叫出他的名字。传言，我日子不多了，有些心里话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机会说，现在想对你说，我爱上唐兰了。父亲把儿子当废物一样养，并且死后1分钱都不留给他。男人不甘心，认为是大哥弑父改遗嘱，并穷其一生要给大哥定罪夺回银行。唐兰出价800万让他收手。如果你输了，结果会怎么样？程家上下会把你当仇人，为了讨好村上，害死星星这事儿也会被抖出来。唐兰不仅说出星星的事，还说出程一祥有妻有子，这让他对这个女人很是惧怕。可当他听到法医的尸检报告，你爸的确是被砒霜毒死的，立马腰杆挺直，欣喜若狂。他立刻打电话到程家，他说不上法庭也行，要把银行的70%股份给他。没想到程老太太居然同意了，但当家的是唐兰，她坚决不同意。程老太太只好绝食抗议。程一祥知道母亲为自己绝食30多个小时，很是感动，立马找唐兰算账。那70%股份又不是你凭什么到现在还不答应？我警告你，我妈万一有什么3长2短，你就会落得跟陈一飞一样的下场，蓄意谋杀。一把手枪顶在了他的脑门上，再也不敢胡乱放屁。程宅里程老太太硬是拔掉针管，连月亮的婚事也漠不关心，只叫唐兰给程一祥股份。2个儿媳一起找到唐兰，一个拿原配身份压他，一个拿责任巨大压他。可惜唐兰理都不理，端着米粥要和程老太太单独聊聊，直截了当说他偏心程一祥。您虽然嘴上经常骂他，可是您心里一直在纵容他。恕我直言，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难道您就没有责任吗？唐兰告诉他，他还有个从没见过面的孙子，程一祥和他一样纵容他的儿子。我相信这小子迟早有一天会变成一个怨天怨地怨人的废物，跟他爸一样。而且日本人对银行虎视眈眈，把这烫手山芋交给他才害了他。程老太太幡然悔悟，只求唐兰保住程一祥狗命。而他在听到日本人说这次官司没有100%的把握时，立马慌了。他赶紧往家里打电话催促道：只要给我银行股份60%半，我马上庭外和解。我跟你说，这已经是最低限度，别再跟我讨价还价了啊！畜生！你以后别再叫我妈，全当我没生过你这个不孝的东西。妈，谁知道你妈说身体不舒服就提前回来了，她看到我跟那个男人在床上，
你知道的，我不能让一菲知道这件事情，一菲会杀了我，还会杀了那个男人。原来是程一飞的二太太为了掩盖丑事，买砒霜毒死了自己的公公。没想到程一祥不为老爸申冤，而是怪怎么不是大哥程一飞杀的，自己22年的努力就为了揭穿他，现在却成了一个笑话。而就在今天，他碰到了开药店的柴叔，他此次来就是要为程一飞作证买砒霜的另有其人，而这个人就是程一飞的二太太凤萍。他一气之下就想要了他的命。你这个贱，死有余辜！可一想留着他还有用，就没下手。如果你想留着这条贱命，你就跟我上法庭指证，陈一飞是杀人凶手。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我就马上把所有事情全部倒出来，要把陈一飞死，要把你死，你自己选。凤萍自然选择保住自己的命，他摆平凤萍，回头就带柴叔见日本人，让他上庭做假口供。看他不从，日本人用他小孙子的性命逼他就范，他只好昧着良心说：是程一飞亲自到我的药店来买的砒霜。程一祥和日本人都非常满意。在庭上，他不仅谎话连篇，说父亲有意平分财产给两兄弟，还虚构了一份莫须有的遗嘱，说的绘声绘色，恐怕自己都信了。但他没想到母亲出庭作证否认了他的说法，因为他只想把所有的财产分给我的大儿子程一飞，而且我也赞成。因为他们夫妇知道自己的小儿子程一祥心术不正早晚会败光这个家，气得他回家大骂这个老不死的偏心。他的脑回路还是那样清奇，把母亲说的实话扭曲成是唐兰撺掇母亲说的谎话。你就先别管唐兰是怎么跟你妈说的，好好想想怎么打赢这场官司吧。你放心吧，这场官司一定会赢，因为好戏在后头。爸爸，别跟着！说实话，我开枪了。他说让我借钱，如果我不借给他的话，我爸就会有麻烦了，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几天前，铁大虎约月亮喝酒，他本想拒绝，谁知他说：今天是你老朋友黑兔先生的忌日。两人祭拜过后，月亮才知道铁大虎也是地下组织人员。他郑重地问月亮，知道他父亲这次上法庭会是什么结果吗？月亮摇了摇头，结果就是谋杀罪名成立，立即枪毙。程一祥和那个村长一定会制造出很多假证据来陷害你爸。月亮很激动，求铁大虎一定要救救他父亲。也许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爸。什么办法？告诉我，我去做。你必须要像义子里面的羔羊，冒很大的危险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。铁大虎要放出一些情报，让日本人知道月亮会破译情报密码，到时候他们自然会来找月亮。他听后闷了一口酒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教你一步一步怎么做。好。没几天，他来面馆找铁大虎，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正在他纳闷时，一把枪顶在他的脑门上。日本人说铁大虎已经被抓，逼问他俩的关系。月亮还真没叫人失望，怎么也没招供。随后铁大虎一口茶水喷醒他，摘下眼镜和胡子。月亮这才知道是铁大虎。原来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要交给月亮一项艰巨任务，但前提是他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挺住，如果后悔可以退出。你可以回去好好考虑考虑，1分钟都不用考虑，我绝对不退出。好样的，祝你成功。铁大虎对月亮提出要求，以后要是再碰上这样的情况，你一定要再冷静一点。月亮不好意思地说，自己打小就这毛病，不知道怎么改。你心里要想着，救的是你爸爸，而且你要帮助我们地下抗日组织，说不定你可以救很多的同胞。你心里这么想，你就不害怕。第二天，他就被人秘密抓走。不出所料，日本人想让月亮帮他们破译情报密码。不行，让我爸知道会打死我的！哎呀，小强，都是你我身上穿的这套军服有多少个扣子？一共有5颗，加上上衣口袋的2颗，一共是7颗。衣口袋还别着一根钢笔。那我的戒指摘在哪一只手上？你根本就没有戴戒指。我今天穿的上衣和裤子都是什么呀？黑礼帽、黑裤子、黑鞋，加上白色衣服，外面配棕红色的短打，还挂着一个枪套。日本人对月亮的表现非常满意，让他帮忙破译情报密码。月亮先是装作很害怕的样子，然后很是为难地提了一个要求：什么时候我需要帮忙了，大佐也能帮助我啊。两人就这样达成共识。第二次开庭，程一祥申请一名新的证人出庭作证，随后柴叔指证是程一飞到药铺买的砒霜，还造谣他花10万封自己的口。程老夫人知道是程一祥收买的柴叔。你这个畜生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个畜生？这边月亮破译出情报密码，第5支队已撤离至四川路3号地下室。
等日本人赶到时，已经人去楼空，但足以证明月亮的能力。可日本人想知道他的破译方法。快解释给我听！这怎么说呀？我一生下来就怕记，这怎么解释呢？我看一眼报纸，所有东西都能记住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你们这些日本人在这边待得好好的，非要搬到我们国家来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好了好了，这个天才是没法解释的。月亮趁机向日本人要求释放父亲，而程逸飞因为病痛再次进了医院，也得知自己的二老婆凤萍做了程逸翔的证人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永远在最关键的时候反插你一刀。局势对自己非常不利，他也有些气馁。铁大虎知道月亮正在努力营救程逸飞，于是鼓励他好好照顾自己，保住自己这条命，看看最后的结果。吃药。月亮收到地下组织情报，开始第2阶段行动。而程逸飞的案子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他故意不接大佐电话，让日本人自动找他。日本人讲话都不讲信用啊！明明说好我帮他们，他们就帮我吗？说话不算话。他们才不管3七21，直接抓走月亮，关进鸡舍，逼月亮替他们工作。我不说，你放了我爸爸我就说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说不说？我不说，你放了我爸爸我再说。你说。月亮直接钻到桌子底下，可日本人为逼他不断开枪吓唬他，甚至要对月亮用刑，但了解到他不是正常人，用刑可能适得其反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绝对能让他开口。日本人太坏了，知道月亮最害怕鸡，故意将他关到鸡舍。月亮被吓得都发出鸡叫声了，整个人都开始精神恍惚。原来月亮破译出情报，游击队要用炸弹炸死一个叫藤原一郎的人，而这个藤原一郎就是这位日本军官。他以为吓一吓月亮就会和盘托出，谁知他坚持不说。你放了我爸爸我就说。好，把他带回鸡舍，让他跟那些鸡打一晚上。而法庭上，程逸翔丧心病狂收买更多证人指证程逸飞，但他没想到适得其反，证人的供词互相矛盾。就在这时，柴叔出现。班长，我跟球讲真话。审判长，程逸翔他们在说谎。原来程逸翔勾结日本人，用他小孙子的命逼他做假口供，可孩子太小，受到如此惊吓后高烧不退，最终不治身亡。柴叔痛心疾首，让程逸翔还他孙子的命。唐兰和程逸飞对视一眼，知道离真相大白又进一步。而月亮这边已经被折腾的只剩一口气了，但仍死死坚持。大佐，我看他不能再受任何惊吓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怕他连小命都没了。与此同时，村上着急给程逸飞定罪，找到法官，却得知我准备宣判程逸飞谋杀罪名不成立。村上大发雷霆，用枪指着他，逼他判程逸飞死罪。这时藤原突然出现，也用枪指着法官。我命令你立即宣判程逸飞无罪，当庭释放。我叫你宣判程逸飞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傻子少爷只看了一眼清明上河图，就答出一共有几艘船？31艘，上游13艘，下游18艘。几辆车，几顶轿子？8顶轿子，20辆车。桥上有多少人？122人。路上有几头牛？5头。我身上穿的这套军服有多少个扣子？一共有5颗，加上上衣口袋的2个，一共是7颗，右口袋还别着一个钢笔。那我的戒指戴在哪一只手上？你根本就没有戴戒指。我今天穿的上衣和裤子供什么呀？黑礼帽、黑裤子、黑鞋，加上白色衣服，外面配棕红色的短打，还挂了一个枪炮。月亮利用自己的超级大脑成功救出父亲，也为地下抗日组织做出了贡献。但铁大虎却安排他撤离上海，因为他每次提供假情报，让日本人都扑了个空，怀疑他是迟早的事儿。那我就装病，我不帮他们破译密码了。装病？你以为那么容易吗？他们不会找医生来看你吗？月亮为了不离开自己的亲人，一狠心，那我就真病给他们看。从小体弱多病的月亮毅然决然站在滂沱大雨里，只说了一句不想离开。果然，日本人带医生来检查月亮是真病还是假病。注意，確かに肺炎でした。結構重いです。日本人这才暂时放过月亮。铁大虎不得已对他们说出实情，程逸飞这才知道自己的傻儿子为他做这么多事，而且最难得的是国难当头，坚决不做逃兵。他说我虽然是个傻子，但我也是一个中国人。程逸飞听后不禁老泪纵横。月亮刚好日本人就迫不及待让他破译情报，同时他听到日本人说到铁大虎的名字，立刻找到日本老师，凭借强大的记忆力复述出日语让老师翻译。最后得知铁大虎的身份暴露，日本人马上要抓捕他，他赶紧通风报信，铁大虎这才得以逃脱。
这天，月亮像往常一样破译情报，在黄浦路10号的一座烂货仓里，有地下组织的成员。日本人立刻带队抓捕，没多久凯旋而归，夸奖月亮。我立了什么功啊？啊！那天我们抓到了铁大虎啊！真的？太好了！你干得好！傻子少爷一口气叫出在场999名客人的名字。你是庄臣先生，福建总统。你上次来我家的时候穿的是蓝色的西服配浅绿色领带，对吗？你叫朱永鹏，你有2个女儿，但今天他们没有来。你大女儿叫婷婷，二女儿叫芷宁。你叫陈全，你上次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旗袍配珍珠项链。你叫陈东，你叫林德华，你叫张雪龙，你叫高福祥，你叫李敏，你叫张傲然。可如此聪明的月亮，现在也想不出如何营救铁大虎。而高玲玲无意间看到程一翔和村上，终于知道真相。原来是程一翔，是他拿那个日本鬼子来我家强暴我。月亮听后一拍桌子，怒气冲冲去找程一翔。程一翔恼羞成怒，追着月亮打。这时日本人出现，月亮趁机告状：有人打我头啊！有人打你？就是他！你知道他的脑袋值多少钱吗？拿来！月亮还是心软，并没要他的狗命，殊不知差点酿成大祸。他立刻找人写举报信，举报程一飞和铁大虎都是地下组织成员。另外，他的儿子程月亮也是成员之一，有叫桂花香的，是女间谍。还有一个叫高玲玲的，也是。却不知这位老师和月亮认识。月亮火速找的程一翔拼命抢回信，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不可救药的人。有没有人想？坏的！很快到了铁大虎被枪决的日子，程一飞花50万买通日本人关行，两人如同死敌一样互枪。信里面写的说，唐兰跟我睡在一起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都是你，但是你说的还是唐兰亲口说的。阿南那是为了可怜你，个老不死的东西，这么大岁数，身体又不行，还想跟他亲热，你才能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很快，一帮人运走了铁大虎的尸体。原来这是几人演的一出戏。程一飞这些天苦练枪法，为的就是避开要害，制造假死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铁大虎保住了性命。经历这么多次生死，让大家更团结。好，那我们今后就4个人1条命。松岛洋介、长谷香子、早川进三、柴田俊介、小栗纯一郎、木下秀长、广末雅美、藤原静香、前田真奈、佐佐成正。哇，好厉害！那我呢？你还没说我的名字呢。你叫藤原幸子，生日快乐。藤原让月亮在他女儿生日宴会上表演记忆力助兴，看月亮这么聪明，幸子要和他玩个游戏，猜他今天穿什么。你今天穿的是粉色的和服，上面有蓝色、红色的花，还有一个黄色的腰带，头上戴着一个粉色的蝴蝶状的金丝发簪。哇，好厉害啊！那你知道我袜子是什么颜色吗？月亮傻眼了，袜子在衣服里，他又没透视眼，可这位大小姐却发脾气要惩罚月亮。藤原二话不说，直接给了月亮一巴掌。怎么还打人呢？那我不玩了，行不行？这规则是你们中国人定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所有的规则都是我们日本人定的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猜，红色。不对。蓝色。不对。我靠，又猜错了。紫色对不对呀？不对。那绿色。不对，是粉色。铁大虎也就是刘传仪要转移到后方休养，而唐兰也一同前往，父子俩依依不舍送别唐兰。程一飞因为吃了太多止痛药而记忆力减退，守护程家的重担就落到月亮身上。就在这时，程一翔又卷土重来，他不把受伤的儿子送最近的医院，而是大老远送到康仁医院，因为他知道儿子和父亲年轻时有几分相似，而母亲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来医院看望程一飞，他笃定母亲会心软出手相救，随后祖孙相认就是顺理成章的事，却被月亮留心注意到，这让他很不安。为了重新回到程家，他们特意打扮成穷酸样，还假装伤口未愈。程老太太心疼孙子，要给他请医生。要是大夫真的检查出问题来，就干脆住在奶奶这儿。程一翔这一套对付老太太还行，可程一飞不吃这一套，正要发作时，程一翔的儿子就这么巧突然晕倒。小文，小文，你怎么了？来，醒醒！醒醒啊！
你说句话，小文，你醒醒啊！妈，我头好痛。小文，让他不看看，看看。抽都是没有用的，程一翔早就不是以前的程一翔了。那他是什么？是鬼吗？他现在真的有一系列的计划要害我们家。月亮还怀疑凤仪也参与其中，但程一飞因为吃止痛药记忆力减退，很多关键的事情已经忘记。为了让他记得程一翔的丑事，月亮就写成小本子，让他随时带在身边查看。程一翔父子每天在老太太身边盐苦肉计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最严重的情况会怎么样？最坏嘛，可能他一辈子就这样子，语无伦次，神志不清吧。一翔，你别这样，一翔。不得不说，程一翔的演技实在高超，再加上凤萍在旁帮腔，他就顺理成章留在程家照顾儿子。而月亮知道他们在演戏，决定自己出马赶走程一翔。谁知他巧舌如簧，自己和桂花相加起来也说不过他。就在他伸手要打月亮时，高玲玲一声大喝，威胁他如果不离开程家，就把他带日本人强暴自己的事说出来。放你个屁！有本事你不要等到明天早上，你现在就行。你到处嚷说你被日本鬼强奸过，我看你个女孩家怎么出去做人！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没名誉，没地位，没个家人也没丈夫，我有什么好顾忌的？我有的只是2个最好的朋友，为了他们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。程一翔被这气势震慑住了，乖乖答应带儿子离开程家。可谁知回家后，他立马变了一副嘴脸，在程老太太面前扮可怜，气得月亮要找父亲主持公道。他趁机告诉大家，是高玲玲污蔑他，他才不得不离开程家。我没有污蔑你，你明明做过这种事情。可高玲玲没有真凭实据，加上程一翔演技高超，有理也变成无理。他假装要找日本人对峙。你去不去？你不去就代表你冤枉我，去不去？走啊！走啊！就在混乱之际，程一飞出现，却没想到他不但不主持公道，还要高玲玲滚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上一次他为了博取你的同情，居然说他被强暴，这种话他都说了出来，太坏了。程一飞的记性越来越差，而别有用心的人也越来越多。高玲玲，原来你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。这一个女孩子家的，总把被人强奸这种话挂在嘴上。别说了，还有羞耻心。对不起，高玲玲，别说了。爸，我要你跟高玲玲道歉。她是一个女孩子，她说出这种话来是需要勇气的。爸，她这么帮助我们程家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她呢？谁知父亲一抬头已经老泪纵横，他把月亮写的东西前前后后看了5、6遍，才知道唐兰为了程家为他程一飞做了这么多的事。虽然他忘记了很多事情，但唐兰的样子他一直记在心中，感叹自己一把年纪居然闹相思。而且这个情思对象竟然是我好兄弟的老婆。月亮不忍心想写信让唐兰回来，可程一飞不允许。晚上他一边看着月亮写的东西，一边回忆和唐兰的点点滴滴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二太太凤萍无意间看到这个本子，眼珠一转，记上心来。她把本子念给老太太听，老太太不识字，还不是她念什么就信什么。一飞给唐兰1000万，多少？1000万，让她跟刘传一双宿双飞。还说唐兰是卷钱跑了，根本就不会再回来。老太太架不住凤萍挑拨离间，终于宣布要分家，还要重新分配银行股份。太阳、月亮各占2成，微风细雨2人共占1成，程一翔占3成。老太太不顾众人反对，一意孤行，把银行交给程一翔，还把程一翔的儿子空降到银行。这边股份刚生效，程一翔就露出真面目，不但把曲姐请回来，还把日本人招进银行做副总经理。月亮很生气，质问奶奶：把一生的心血都让你毁了，为什么？我只是赌了1次，都输了，没想到输得这么快。这天程一飞独自出门，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碰巧程一翔经过，故意戏弄他，还把他按在车上。我的腰，捅死你活该！告诉你，我还没讲完，我还要再谢谢。上次高一鸣来程家撒野，一早不来，我还不来，偏偏在我最危急的时候来帮了我一把。天哪，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你知道，现在连老天爷都在帮我了
因为程一飞失踪，程家无不担心，而程一翔却在这个时候大宴宾客。你快告诉我爸到底在哪儿！年前爸带我去看医生，他居然买到了霍华德医生说我有歇斯底里症，2年之内就会发狂，永远都治不好，才把我送到英国的精神病院去住一辈子，目的就是见不到我们程家与夏蓉一个一个被气死。疯癫，大家别一直傻第了。二件事，他硬说是爸毒死了爷爷，还把爷爷的骨头挖出来检验，害得爸进了医院，差点被气死。银行爆发大紧急，要不是蓝妈妈突然来帮助我们的话，我们早就破产交融了。闭嘴！第三件事，爸当时中枪差点死掉，危急的时候吩咐把银行平分给我们5个兄弟姐妹，是他偷偷改掉爸的临终遗言，说爸要委托他全权掌管银行。说够了没有？没说够。第四件事，又没过多久，他又把爷爷的骨灰拿出来，放到法庭上给所有人看，还收买了很多证人，合谋给我爸。大家不要信这傻子，吃饭。我没说完，你去哪儿？第5件事，你为了讨好日本鬼子，居然带着一个日本人闯入了高丽丽家里，把他给强奸了，你还是不是人？程一飞虽然记忆力减退，但他拥有一个人形电脑，他让月亮当众说出程一翔做的坏事，大家都愿意站在程一飞这边，跟这个疯狗拼到底。程一飞让他答应3个条件：第一，让银行里的日本人消失；第二，将他儿子做门童；第三，让他以后不用去银行。办不到，我手上有3成股份，曲姐手上2成股份，我们俩加起来是5成股份。我直接告诉你们这些王八蛋，你们谁敢造反，我就立刻开除谁。可他忘了程一飞的5个子女加起来也有5成股份。程一飞威胁他，胆敢开除任何一个人，他就带着全体员工集体罢工。这下他无话可说。晚上，二太太凤萍趁程一飞洗澡，偷偷拿走了月亮写的备忘书。没了这本书，让他心烦意乱，因为里面记录了他和唐兰假结婚，还有之后发生的种种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。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到茶楼寻找，看见程一翔正看得津津有味，他威胁程一飞：12个小时之内，叫你2个傻儿子把股份全部转给我，要不然我就把这个东西翻译很多份，挨家挨户一人给1本。谁知程一飞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唐兰，这次他回来就是为了帮助程家。他刚到银行，程一翔就抱着几大摞书要分给大家。程一飞和月亮祈求大家不要看，唐兰则请程一翔上楼谈条件。他还以为唐兰屈服了，哪知下一秒自己就被锁了起来，没人打扰唐兰准备开会。他自己公开和程一飞假夫妻的事实，而程一飞也大方表示自己爱慕唐兰。他可以告诉你们，他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从头到尾心里面只有她丈夫刘传义一个人。他说为我做所有的事情只有2个字：义气。请你们要相信我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这是真的。我是傻子，我不配，我当不了主任，我是傻子，能不能让我去见见奶奶？我明天不去银行了，二叔。就在今天早上，程一翔的儿子孝文非拉着奶奶出门，却在路上遇到追债的人，他这才知道他的好孙子是个赌徒，欠下98万还不知悔改。这么点小钱我一定能还上。我奶奶是谁？她是永业银行大老板，是永业银行大老板程一飞的妈妈，是我奶奶。一抬眼看老太太已经气晕过去，这个250不送老太太去医院，反而回家。在得知老太太病得如此严重时，为了推卸责任，又把一切怪在唐兰身上，说奶奶是被唐兰气得中风的。等月亮和唐兰赶回来时，奶奶已经不省人事。哪知心怀鬼胎的程一翔偷偷拿走房门钥匙，凶神恶煞的要赶走唐兰一行人。爸，你放心，从今天起程家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保住程家。立刻吩咐人把房门紧锁，不准放任何人进来。如果想见老太太最后一面，必须承认5大罪状。第1条，对他这个弟弟无情无义；第2条，亏待2老婆凤萍；第3条，让自己的傻儿子做主任，却让他的儿子当门童。还没说完，老太太就快不行了，大家只好跪下求他。你们要永远记住，我今天所讲3条罪状。月亮赶紧拿着钥匙去见奶奶最后一面。弥留之际，老太太叫着唐兰的名字。我想叫你好幸福，还是你说的有理？说他知道错了，没遵循老爷子的遗言。老太太尸骨未寒，唐兰就得知一个令她震惊的真相。原来老太太的死另有蹊跷。她找到孝文对峙。昨天我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拉我的车夫就是当日拉你和奶奶回来的那个车夫，他给我留了他的家庭住址，要不要我把他叫来跟你一块对峙啊？你收买的他吧？那好，还有那几个打手呢？要不要我把那几个打手一并叫来跟你一块对峙？叫什么叫？叫什么叫啊？都是你收买的人！程一飞默默走过来，想一拐棍打死这个畜生。放开爸！爸都要死了，他心里有多委屈？你们让爸打个够，放手！大家觉得月亮说的对，拉走程一翔，让父亲打个够。干什么？打我！干什么？帮我！
不是疯了！我不去！这只虫不是疯子！高玲玲见情况不对，赶紧叫人来，这才救下了月亮。而始作俑者程逸翔用月亮的下落威胁大家。就在这时，月亮出现，高玲玲大骂程逸翔：“你们怎么还让程逸翔这个疯狗住在这儿？要是换成我，早被他气疯了！”你闭嘴！亏你还有脸来我们家哈！你一个女孩家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左一个强暴，右一个强暴，换成别人要是你的话，早就一头钻进洞里，还好意思来，不知廉耻！这可彻底激怒了月亮，他跑过去骑在程逸翔身上打。我最讨厌别人叫你撒谎了！我打傻了！我杀了你！我最讨厌别人叫人撒谎了！我饶不你！程逸翔没要到钱，反而被打了一顿，又被日本人告知儿子在他手上。原来日本人知道自己的国家要战败了，想在程逸翔这敲一笔回国。两人起了争执，他一刀捅向程逸翔。你这一刀只是一个警告，5个小时之后，我要是看不到黄金的话，不但你的儿子会死，这一刀不会插在这里，而是你的心脏上。他立刻回到程家，用枪指着程逸飞，终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他从小最依赖、最崇拜的人就是自己的大哥程逸飞，可他却对自己漠不关心。但让他最难过的是，你的记忆一天一天衰退，而你第一个忘记的人是我，是你的亲弟弟，大哥，大哥。程逸翔做那么多事，不过想让大哥多看一眼自己，可最后程逸飞也没有回过头。月亮赶紧把他送往医院，可大街小巷都是庆祝日本战败的人，月亮只好背着程逸翔去医院，但因失血过多，只剩一口气。他对月亮说：“程逸翔说完就闭上了眼睛，可刚回到家，又一个噩耗等着他。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爸爸他不行了。程逸飞在月亮耳边悄悄说了什么，他拼命点头答应，然后程逸飞就带着笑容永远的离开了大家。原来他最后的愿望是希望唐兰可以亲一下他的额头，让他幸福的离开。程逸飞没了，唐兰也没有留在程家的理由。在他临走时，月亮把程逸飞的画本送他做纪念，他一页一页翻，看到画本的后面居然全是自己的画像。这一刻，他的眼泪彻底决堤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月亮说起了那个秘密。就在这时，二太太凤萍出现。大姐，月亮说的没错，公公是被人毒死的，那个人就是我。